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王敏生议员、尹乃菁小姐、费鸿泰委员、林金杰议员、钟佩君议员。好，我们先看这个台海附近哈，大家都来了。俄罗斯的舰队，这个军舰2艘，也呢在台湾的外海呢，这个把下锚哦，然后泊在宫古的水域啊，然后又直接到上海去。先在那边停个2天啊，然后他们说在勤收台湾，好像新一代轻型的巡防舰的状况，是他到底在干嘛？哦，也在那边收集各种海象。俄罗斯舰通常不太常在这边来了，不过最近各种舰也来了，法国也来，德国也来了，加拿大他们都来了啊。那反正你来我也来，很热闹啊。那另外日本是说穿越钓鱼台列屿，然后北上。1天2次进入临街区，这是日本的临街区，不是台湾临街区啊。我刚刚去查一下，是什么临街区？接近日本临街区啊。那日本呢，向北京严正抗议啊。奇怪了，那应该像莫斯科严正抗议，在向北京严正抗议哦，这跑来了啊，船怎么跑来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刚好又李尚福又会见俄罗斯的海军总司令。时机很敏感，这大家就想在一起了。2艘舰来，又会见到海军总司令，你们到底在密谋什么啊？然后呢，习近平昨天去视察大陆的东部战区，要求加快提高打赢的能力，说世界陷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所以呢，不稳定、不确定性增大，所以要有忧患意识，全力以赴哦，然后把战区的呢主战的职能加强啊。那另外，日本人不是前阵子安倍有讲吗？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最近琉球的知识反对，我说这是日本有事，台湾有事，不是日本有事，因为琉球很怕战争。王毅，大陆的这个王毅呢，就跟这个日本河野洋平说这个很荒谬，也很危险日本各界应该高度警惕这是河野洋平，日本前众议院的议长那另外呢，这个美国这个。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现在密利之前的叫莫伦他说呢，美国对台湾的战略模糊不用改变，因为最近有人说应该战略清楚劳共打台湾，美国就派兵他说不用，他说现在的战略模糊是对的，他说这样呢让劳共不知道老美会怎样而且呢没有非常明确的迹象表明呢，我们应该改变这个政策因为劳共如果攻台，因为呢这个2栖登陆非常困难。要调动160公里而且呢，要台湾海峡波涛汹涌，然后呢，台湾的登陆地点很少，所以呢，解放军从1950年代没打过仗，其实有了越战打了不过小规模战争，所以呢，到底他真的打起仗来会怎么样？不知道，没人看过所以现在呢，看起来美国给的压力是对的，但他不敢打台湾这是美国的这个战略了英国跟波兰有一个伙伴宣言，也是。重申台海和平稳定，英国碰到那么远，也管到台海和平。我们看一下。央视报道，这2艘护卫舰是第1次访问上海，更是俄罗斯军舰编队第7次到访。在岸边的解放军人员手持红色布条，上面写着“中俄友谊万岁”，热烈欢迎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访问上海，还写上俄文。专家分析其中用意。对俄国来讲，第一个是展现海军外交跟北京的这种所谓战略伙伴关系就是在东部这里就是太平洋一侧俄国跟中共的这个海空军进行所谓战略巡逻，展现相互就是支持的这种就是立场。周边国家当然也包含台湾、日本等，国防部表示都有掌握。日本防卫省更进一步完整公布2艘俄罗斯军舰动态。俄舰曾在冲绳宫古岛北方约80公里海面下锚，之后通过宫古岛北方临街区，穿越钓鱼台列屿，最后抵达上海。只是俄乌战争还在打，俄国海军怎么还有时间出来秀？俄罗斯方面，他们也希望能够展现出来，即便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仍然战事在延续当中，但是他刻意去保持所有其他军事活动以及国防的常态。在德国进行学术交流的学者分析，此举对于俄罗斯来说是要对国内证明与乌克兰打仗国力不受影响，还有余力出访。怎么看？我觉得俄罗斯在乌克兰打得焦头烂额我们台湾话叫做密密麻麻，竟然还有闲情逸致的派
这个军舰到这个西太平洋来，我觉得就如同你刚才讲的，现在台湾就是热啊，就热点，大家都要来凑热闹。所以任何国家只要有海军，而这个海军有远航能力的，一定要到台湾附近来蹭一蹭。来试一试的，国会访问团都来了，海军能不去吗？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说，这个是来探讨的这个海象啊，这个情报啊，然后到上海跟中国人民解放军交换情报。我觉得这个笑一笑就好，我觉得不需要给他赋予太大的意义了。所以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讲，世界重要的水道，从直布罗陀到苏伊士，到亚丁湾，到马六甲，到台湾海峡，越过洋到巴拿马，哪一个航道最重要？台湾海峡最重要。台湾海峡有事，你看王毅说台湾海峡有事，不是你们日本不有事，这种讲法是很荒谬的。你琉球当然没事，王毅的讲法跟琉球知识的讲法是好像听起来一样，是不一样的。王毅说这是我的事，干你们屁事。但是呢，你看我刚才讲过的所有的航道里头，台湾海峡最重要。台湾海峡有事 ，GDP 全球的 GDP 要降1.0以上到2.0之间了，所以不得了的你看看，如果你现在问全世界所有有船在跑的国家，你们哪一个同意台湾海峡有事？我想一个也没有，一个也没有。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外交部或者台湾的领导人，应该向我们去触动我们13个小的邦交国，在日内瓦，在那个 WHA 提议说要让台湾参加一样，要在联合国说这个当事人台湾因为不是会员国，我们替他讲话。我觉得联合国应该出面，把台湾海峡列为非军事区 （demilitarized zone）， 你知道吗？付诸表决，甚至周边有相关的国家，大家出来，大家谈一谈，签约。我认为这个当然是不通的。但是如果真的付诸表决，你认为谁会反对？你认为？老共会反对？我觉得老共一定反对，但是我也不能保证美国赞成因为美国也想来嘛。但是我觉得，如果美国这边通通赞成这样的 idea 只有老共的跟他的手下的国家反对的话，那也很漂亮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作为当事人要有创意，要 creative， 因为大家都怕嘛。好，问你一个 creative 的问题。如果今天台湾宣布我当总统，台湾海峡中立，美国会反对，劳共反对，还是两个都会赞成？两个都反对嘛，大家都反对嘛。你觉得这个就不应该宣布吗？不，我们不这样，我只问你，结果是能不能成立嘛？都反对。有很多人跟我建议说，就中立，就宣布中立就好了，谁也不能打，可不可以？可以。我觉得就是要让他就是不通没鬼。没路用，至少一个立场的宣示，对不对？明天所有的大报，这个华尔街啦，这个华盛顿邮报都是头版头条，那个弹掉你知阿里马上民调就变成第一名。我们把这几件事情串起来看然后有一个特别的时间点，因为今天是7月7号嘛，就是卢沟桥事变，是86周年习近平呢，他在昨天呢，他就开始展开到江苏的这个视察。他在这个时间点上呢，到江苏到南京，我觉得有特别的意义。当然看2个重点，一个是东部战区，一个就是苏州什么高新科技、苏州工业园区，然后高新科技。我在想说，他如果说还到了这个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话呢，那就针对性更强了那现在不知道他会怎么样的行程安排？就是说，现在的中国整个对外的形势，在军事上面的时候，这个美国呢大搞这个印太，然后呢北约呢很快在7月11号到7月12号要在立陶宛举行高峰会，然后北约呢要东扩到这个印太这边来，因为你看到在这个俄罗斯这个俄乌战争这个部分，这俄罗斯这个比想象中的弱很多可是呢，
北约的这种形式在应对，我都不用出兵了，然后在应对这个俄罗斯的方面呢，它是很有效的。所以说呢，北约呢就希望在东京呢设一个办事处，哈，但是呢法国反对。那法国反对的这个情形之下呢，北约呢又想出一个新点子，好，那我不设这个办事处，那我呢就是我要跟澳洲、纽约、日本、韩国，我们要增强我们的伙伴关系。纽西兰，对，我要增强我们的伙伴关系，然后我就来这个办事处来推进这个。那你法国是不是就不要反对了？因为你在这个印太这个地方，你也有你的这个利益啊。虽然说你不愿意设一个办事处，好像让这个大陆呢觉得太有针对性了哈。可是如果说我们是跟这4个 AP4 好来加强关系，那是不是可以呢？那大陆呢就要面对到的就是在一个军事上面，你美国呢要在印太区域形成一种结盟的形式来对抗我。你这个俄罗斯呢，虽然它现在有点不堪一击，就感觉上好像有点被打得稀里哗啦的哈，但是压死的骆驼比马大呀哈。我今天呢，还是强化我中俄在这个地方海上的部分这个连接。之前的时候，中国、俄罗斯跟南非还也是这边军事联合演习啊，而且更何况呢，俄罗斯跟日本呢，还有北方四岛的问题。今天呢，如果俄罗斯被彻底击垮的话，对大陆呢就更不利嘛，哈。那另外呢，在科技的部分，那叶伦到了北京了嘛啊，然后就在这个档口上面呢，你这个美国呢，你也是想要军事跟科技两手呢掐死我这个中国大陆。那我现在中国大陆呢，习近平我展现出来的态势也是，我一手盯紧这个军事，抓紧这个军事，一方面呢，我也要拉我的这个科技的部分呢，应对你这个内外在的这种威胁啊。好不好？叶伦昨天到北京，到了又派师长接机。前阵布林肯去就派了一个师长，照理讲是财政部长，你至少派一个次长嘛，礼貌上部长不一定去，派长就派个师长去啊，怎样？就 downgrade 你，就降低这个接待的这个礼仪了哈。那所以他派了叫做国际经济关系师长杨英明那而且放话说呢，3000亿的关税你要不要降低啊？然后呢，你美国对我们的各种科技的打压要不要取消？你对我们美国的公司在大陆的公司在美国各种的管制要不要放松？反正提了六个建议哈。那叶伦去，当然一方面希望说美金地位要能够保啊，你不要老是用你们本国有什么本国币去结算呐第二个呢，就是你不要再卖美国的债啦，我们已经卖了将近1000亿的债，你还卖那么多债干嘛呢？不但不卖，应该再买一点回来才对啊！等等，到底能不能达成他们这个要的结果？双方各有所图，双方各有他的主张。休息再回来。不论好，那么政府团宣布男性152公分就可以报名志愿役不是征兵这是募兵志愿役那原来是158公分，其实最早就是152，后来说因为我们兵太多了，152，而且现在营养越来越好，小朋友越长越高嘛，提到158，现在回到152。那女性呢，现在回到155降5公分，男性降6公分就可以当志愿役所以这个限制放宽很多了那国民党的委员说，哎呀，这有什么用？重要是提高诱因嘛，诱因比较重要嘛，什么意思呢？另外，这个民众党立委也要求要把它讲清楚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募来的兵下士3万多块，军人要失去自由真的，而且现在随时要准备上战场3万多块一个月，你送 Uber 一个月，如果像下士一样努力还失去自由，每天给你操演。6万块也可以赚到嘛？我干嘛去当你3万块的这个所谓志愿役呢？对不对？我也给你算过，一共才10几万。军人就是现在募来的兵一个月加1万，一个月就10几亿，一年不过100多亿；一个月加2万，一年200多亿；一个月加3万，平均一年也不过就是300多亿。你政府没有这个钱吗？你到处撒币，前瞻预算一撒8000多亿，防疫预算一撒8000多亿，国防预算特别预算一撒5000多亿，这么多钱，这么一点钱你舍不得给那个
志愿役的这些军人，这很奇怪嘛。所以你募不到你就放宽158变150，你放宽到142公分也没用了啦。我们真的权衡一下哈，去年呢，我们出生的婴儿多少人？不到14万，13万多，很可怕。最多的时候42万。对，我们那个时代就40几万啊。再来看去年光这个离开部队的那些志愿役，超过1个旅，为什么这人会离开？所以我们也必须得衡量台湾现实的状况。美国现在好像很关心我们的兵役的年龄。美国关心我们台湾的兵役的年龄，就当然希望兵员很充足嘛，做的时间做多长？不是时间了哈，我就不知道，原来4个月，1年，他关心我们1年。蔡英文真的是大不会的，在去年这个县市长大败以后，今年年初就硬搞这个事，我真的觉得很奇怪。美国关心这个事，出发点是为台湾，还是出发点为中国？为美国？美国。我们上一节看到美国对中国大陆对俄罗斯美国出发点，你看当时为什么跟中国大陆建交？就是结束冷战，他为了他要独强嘛，那是独强2个，一个他一个俄罗斯。现在对中国大陆也是类似当时的状况嘛哈。所以我刚才在问，我们的兵役的时间由4个月到1年，到底是为了台湾来出发点，还是从美国的出发点来思考这个问题哈？我倒觉得这个兵役的问题刚才赵大哥讲到一个重点。你现在 Uber Eats 那些人大概平均月薪就是5万块到10万块之间，看他工作量，看他工作的努力的程度。你3万4万好了，失去自由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台湾我们这些主政的这些人脑袋要思考清楚，美国的立场我们当然要考虑，但是他是为我们还是为他？第二个。这种方法真的是解决我们的兵源不足的问题吗？我们看一下相关新闻。虽然国军下一把义务役最长延到1年1期，但长期来看还是会怕找不到兵，要立竿见影，最快就是修改规定。以身高为例，要当志愿役的女兵，过去最矮要155公分才能报名。现在国防部预告修改规定，下限变成150，换作男兵更从最矮158一口气放宽到152，足足差了6公分。只是除了从身高下手，包括宪兵的近视规定中，矫正视力0.6以上，眼镜度数600度以内，未来统统删除，不适用。但想扩大诱因，有立委认为这样还不够。我们有18万多的这个军人，可是我们这个眷舍其实大概只有7700多户，对于眷属的照顾，其实应该从根本做起。毕竟要做出签下去的决定并不简单，立委提议干脆加薪配房产。这个也是跟整个国防政策有关系那我们现在所推动的一个社会住宅其实非常的多元。如果国防部这边有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思考的话，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合作跟配合。只要志愿役的招募率不再低迷，居住正义都能走进军营里。金吉雄，这个我们看国防部到底了不了解？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役期我们的兵役的役期从4个月延长到1年，美国还是要派兵来训练我们的这一个兵，从延长1年之后要开始打巷战。到底我们从4个月延长到1年能不能打赢？我觉得这有很多的年轻人，包含我儿子都在问我爸爸。我现在要当兵要当1年，如果我们1年能够打赢，我们2年也没有关系。到底我们能不能打赢中国？因为我们唯一的一个目标，现在我们的执政党、我们的政府只有一个敌人，他们都把我们的敌人都指向这一个中国大陆，甚至连我们的行政院长就说，我剩下一支扫把也要跟他打。苏贞昌对，苏贞昌也要跟他打嘛。那我们的这个行政院长赖清德他说，他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我们最怕的，我小孩子最怕的就说，爸爸，我们这到底要不要台独？我就说会不会台独我不知道，但是有没有可能会打？会打。只不过讲就是说，现在兵役延长，年轻人一般的年轻人，他们讲就是说，可能台湾要打起来的，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焦虑跟恐虑。我以前在当兵的时候，我在民国77年那一年刚好蒋经国逝世的那一年，这个很紧张。那一年我们去当兵。我们开始训练的，我们包含我们的这一个下基地，我们要跳炮操，
我们要巡军，我走到2角都起炮，都烧裆。这个是我们国军在训练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有路1特跟路2特正在做这个交接的时候，哇，那时候部队是很可怕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国防部从这个路1特从3年2年改到现在只剩下4个月，我们所有的年轻人觉得就是说我们国家不会打仗，从马英九那一个年代，我们两岸和平稳定发展，不需要再打仗，所以说现在熊各把该都登来紧尼，现在大家开始紧张了。那我儿子也买了这么多的武器。那到底能不能打？那我们去当兵，我们当了1年，我们用的这些武器就能够打赢中国吗？我觉得还是未必的。所以说，美国一直强制我们一定要把这一个4个月改成没有，我们不是反对，包含我们的这一个金溥聪，他有出来讲话，不是反对，而是反对3+1，而是我们现在要告诉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兵源不足，兵源不足要怎么办？因为杨志良有说过一句话，台湾进入的4步。不婚不生不养不活，这个才是我们面临真正的一个国家安全的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出生率只剩下13万，我们到底男生要去当兵，现在连女孩子都要去当兵。我们现在下修到153的一个体位都要进去当兵了。我们要正视，就是说，我们台湾到底跟中国万一真的打起来，我们到底是要陆战是空战？还是要用怎么样的一个战争，而不是现在是讲就是说叫年轻人当兵当1年甚至于2年这个甚至于我们3年恢复到以前的路1特我们都没有关系，而是讲就是说到底我们台湾跟中国什么时候会打，美国会不会介入？美国从来没有说过一个就是说只要这个中国这个打台湾他要出兵。到目前，他的一中政策也没有讲到，就是说他会出兵来协防台湾。看到俄罗斯的一个状况，年轻人都很怕。俄罗斯去年2月24号被打了这个乌克兰之后，到底台湾会不会成为第2个一个战场？现在年轻人最怕的是这一点。是，那所以年轻的票基本上其实从民进党流了很多了，但是又不愿意投给国民党，就跑到柯 P 那边。所以为什么柯 P 是年轻民调高，就是这个原因嘛那到底刚刚讲说这个国军这些设备到底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国军的战术背心上面都会加装一个抗弹板来抵抗步枪的子弹。现在就有民众疑似把军备局公发的抗弹板带到了国外去实弹射击，究竟结果怎么样？带你来看。民进党新北市议员林炳佑在美国测试抗弹板效用，分别用了 SCAR、T91、AK47 3把枪，使用762和556口径子弹，在15公尺远的地方射击测试，结果揭晓。防弹衣是皮是整个爆嘛，然后防弹板的皮也爆，是没有穿的，但是没有穿的，这是凹陷，差不多是我一个指节的深度。板子虽然没有穿，但专家强调挡子弹不难，抗凹陷才是重点。国军宣称他们的板子没有问题，其实主要可能是因为它的 NIJ 标准是比较旧的版本，那如果按照新的版本的话，可能就是不值得。影片中还提到所使用的枪支都是短管型。事后，林炳佑在脸书发文说：“东西来源不用问，这抗弹板虽然合规，但不能有效保护士兵，目的也不是打击国军士气。至于这抗弹板来源以及测试结果，国防部截稿前仍无回应。”这什么意思防弹衣通常不只是军用的民用也是一样那因为以前有人拿防弹衣给我看嘛就一般的手枪一般防弹衣可以。可是如果要防那种步枪这个威力强大，它要加个钢板，在腹部这边加个钢板，它那个就加个钢板。那这个钢板因为军事的武器威力都很大嘛，加个钢板到底有没有用那这个新北市议员叫做林炳佑，他在国外测试说好像不太好。我记得以前警察也发生过这种情况，记得吗？有一段时间警察的防弹衣包出去，就好像都有问题啊。就气死了！当时我就骂我说：“这真是没有良心的！你警察、这个警政署这些搞总务的，你怎么可以去买一个不合格的防弹衣给警察用？警察穿那个防弹衣冲锋陷阵，不是以为说有保护，结果子弹可以打穿，搞什么鬼啊？那现在国军到底怎么样？那国防部现在很生气，国防部说乱讲，要告，要这个扬言法办说什么几乎射穿要法办你我们都是合乎规格的。那这个林炳佑议员说，人家告我什么呢？我试验结果是这样，我觉得第一个真的还是假的，这最重要嘛。我想每个国军都很担心对，你们拿出来试试看就知道，这最简单的嘛。拿出来试试看，就早先的时候，金门有一个防卫司令是大老粗，他很简单民间盖碉堡，盖完以后叫那个建商到那个碉堡里面就炮轰，如果碉堡垮了你就死在里面，如果碉堡撑得住你就活了。
这你看他老朱，他这方法读法练高还不错哦，还不错哦。来，敏生怎么看？我当过宪兵的，对，我是觉得既然国防部都说我们所有的军规的这些设备都合乎规定，那像这个抗弹板，他觉得他也是合乎规定，其实那你就当众试验给大家看嘛。否则你这样无法消除大家的疑虑。你如果只是因为要去扬言法办他，我觉得倒没必要，因为他现在已经实测给你看说，哇，这个可能几乎会贯穿，然后造成身体的冲击很大。那为了这第一线我们所有国军官兵士兵大家的士气，那信心的稳定度，我觉得你现在就公开试验给大家看，不必要去呛什么扬言法办，这最简单嘛。对，我觉得这是最直接的。你说，我觉得敏生搞错了重点了。今天国防部是在意你试验的那个板子是不是我们流失的，他 check 的结果没有，但竟然会穿透，他好像反而不在意，他在意的是说为什么跑出去了？他在意说这是真的我们的东西吗？如果是的话，他要告，你要告怎么告你告的结果就是说你很在意的这个东西是会穿过的，你懂我意思没有？所以到底是哪一个重要啊？他是要告你偷了我的东西，而不是说要你偷了我的东西，证明我的东西不好，这个要分清楚啊。我们国防部脑筋歪掉了。不，他基本上这样了。我看他这个林议员也不是说他把国军的拿去，他说按照立法院有采购嘛，采购军品的规格，他就按照立法院预算书写的规格，北约规格他立法院的规格，然后呢？这个按照这个规格去测试，这样他并没有说我从国军拿出去的他并没有这样说，他是按照国军立法院的有规格嘛，所以我在美国才会跟你同样规格的板来试试看，他是这样讲的。那他要告什么？就是不管他就告嘛，他就告不爽就告你啊，不是先告再说啊。不，我觉得你自己去测试一下就好，这么简单的事情，对不对？公开展示一下，开个记者会嘛。所以来，我们现在。这个找几块板抽样你不能说特制一块板我们就拿几个部队拿出来我们抽几个样，然后打看嘛，看到底穿还是不穿嘛。休息一下再回来。